京东金融疑似爆雷了。谁能想到，京东双11发布会邀请脱口秀演员杨笠引发的一把火，烧到了京东金融，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。一场营销失误，竟演变成金融市场的地震。回顾这场风波的导火索，10月14日晚8点，京东在双11又便宜又好发布会上，请来了争议性极强的脱口秀演员杨笠。这个决定立即引发大规模用户抗议，大批消费者开始退京东 Plus 会员，甚至集体补开增值税发票对抗京东。谁也没想到，这把火越烧越旺。愤怒的用户开始对京东旗下所有业务展开围剿，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京东金融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18日一天就有超过10万用户申请从京东小金库转出资金。虽然这些都还是传闻，但金融市场已经闻风而动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就在用户集体挤兑的同时，市场上突然爆出了一连串关于京东金融的惊人传闻。先说一个很吓人的，就在昨天晚上，网传有大量京东金融的用户反映他们的资金提现遇到了困难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有消息称银保监部门已经进驻京东展开调查，原因据说是发现存在资金池问题。这让狗哥想起了当年 P2P 爆雷的情形，不过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官方证实。这个情况呢，让在野想起今年上半年的一组数据，2024年1至6月，中国已经有超过2000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倒闭，涉及资金规模超过3000亿人民币。大家想想看，3000亿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1年的 GDP 啊！而现在轮到了京东金融。在这里呢，在野必须要提醒一下，京东金融可不是一般的小平台。根据最新数据，京东金融的注册用户超过6亿，管理的资金规模据说高达数万亿。如果这样的超级平台都出问题，那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可想而知。有意思的是，对于网上的传言，京东方面的回应方式值得玩味。他们没有直接出面回应质疑，而是通过所谓接近京东人士来澄清。在中国，我们经常看到这种辟谣方式，效果往往适得其反。大家都懂的，在中国，官方越是辟谣，不明真相的群众更害怕。网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传闻，京东白条的实际贷款金额竟然与征信报送的数据不符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京东很可能在盗用客户信息去贷款。再也查到一个数据，今年以来，类似的金融欺诈案件在中国增长了将近200%。当然了，这个传闻的真实性还有待核实。最让人不安的是，如果京东金融真的爆雷，那腾讯、阿里、百度这些科技巨头的金融业务会不会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？毕竟他们的商业模式都差不多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根据监管部门的统计，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问题资产规模已经超过10万亿，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中国 GDP 的10%。有意思的是，就在前几天，京东还在大肆宣传他们的11.11购物节，结果呢，请了个争议脱口秀演员，结果引发用户大规模抗议退会员。这种行为说明什么？说明京东现在已经到了不计成本、不惜代价去圈钱的地步。在野认为，这次京东金融的问题绝不是偶然，它反映出整个中国金融体系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。数据显示，今年前3季度，中国 P2P 平台提现困难投诉同比增长超过300%，这个数字背后是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？说到这儿啊，大家可能会问，京东金融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就出问题了？在也经过深入调查，发现了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消息。第一个爆炸性消息，据传京东金融的客服系统可以查看用户的详细消费记录，甚至能查到你用京东一卡给谁送过礼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你的所有隐私
都在他们手里。再也查到一个数据，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000起客户信息泄露投诉，涉及金额高达数十亿。更可怕的是，有用户反映京东客服会用这些信息来要挟客户。大家想想看，你要是用京东一卡给领导送过礼，这些记录都在人家手里，这不就是现代版的百官行术吗？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，这种信息要是泄露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还有个细节很有意思，就在传闻开始发酵的时候，京东金融给用户群发了一条辟谣短信。10月18号的时间线是这样的：凌晨开始有传闻，上午官方发布澄清声明，下午又群发短信说小金库安全靠谱。这种密集的辟谣操作反而引发了更多关注。再说个更吓人的京东金融的资金池问题。根据内部爆料，他们的理财资金可能存在期限错配，就是用短期理财的钱去投资长期项目。数据显示，目前中国类似的资金池问题规模已经超过20万亿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定时炸弹。让在野感到不安的是，这次风波背后反映出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层次问题。看看那些数据就知道了，今年以来，中国各类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跌破 3%， 创历史新低。但是京东金融还在号称市面上收益最高的货基，这不是明摆着有问题吗？很多网友可能不知道，在中国的理财产品是不受存款保险保护的。也就是说，一旦出事了，你的钱就真的打水漂了。数据显示，去年到现在，已经有超过500万人在各类理财产品上损失了钱。更让人感到讽刺的是，京东金融这次找了个和脱口秀演员有关的借口来掩盖真相。但是大家想啊，一个正常运营的金融机构，怎么可能因为一个代言人就发生挤兑？这背后肯定有更深层次的问题。在野认为，这次京东金融事件不是孤立的，它暴露出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3个大问题：第一，监管缺位，很多金融机构在钻空子；第二，信息不透明，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钱去哪了；第三，风险积累太大，随时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看看最新的数据就知道有多可怕。今年前9个月，中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增长了 35%， 创10年新高。而且这还只是官方公布的数据，实际情况可能更糟。再也必须提醒大家一点，在这种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，不要被那些高收益的承诺忽悠了，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。现在中国经济这种情况下，能保住本金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最后必须强调一点，这些都是市场传闻，真实情况如何还需要等待官方调查结果。但是作为普通投资者，现在这种情况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多留个心眼总是好的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大家觉得京东金融暴雷，这是真的假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让更多人看清真相。请帮忙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、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